为一个前电视盒子区和新晋的 NAS 区的 UP 主呢，那大家都猜一下我在家里呢用什么看电影呢？友情提示一下啊，我家有3个电视跟1个投影。那其实大部分时间呢，我只能用手机。那平时孩子上课呢，即便是我早回家，那回到家里为了不影响孩子学习呢，不能看。你要说周六日呢，其实我家每一个人都会霸占1个电视，我也没得看。谁把咱家狗子剩的牛奶给喝了啊？那这种窘态呢，直到我最近收到了 GUIS 的 G3 Max 才有所缓解，这才发现这才是我们中年人的观影神器。那这个号称在家里就可以享受 IMAX 观影1000寸的画面，究竟体验怎么样呢？那咱们这个视频呢，就带着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 GUIS 到底有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神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金水神奇灯，我是带大家玩头显的金水。这次呢，金水收到的是一个 G3 Max 头显的本体加以第4播放器的套装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套装里除了头显的本体之外，还有一个头戴的支架和一个弹性的绑带，一个 HDMI 的转换器和一根短的 HDMI 的线加一根 Type-C 的线。大家可以看到 G3 Max 头显和头戴的支架呢，都是银灰色的金属的质感。那基于重量的考虑呢，它的外壳呢均为塑料材质。头显跟头戴支架之间呢是用快拆铰链连接的。头显的正面呢是有一条蓝色的呼气灯带，通电之后呢它就会点亮，整体的观感呢非常的科幻。那在晚上使用的时候呢，怕打扰家人，那你也可以把它关掉。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G3 Max 比传统的 VR 设备呢其实是轻巧了不少的。加之呢使用了新的4点式的设计，那比很多使用后部锁紧的这个设备呢要受力更加的合适。那佩戴的舒适度呢自然也提升了不少。那金水在佩戴的时候呢，感受还是非常轻巧舒适的，无论你是坐着还是躺着，它都会比传统的 VR 设备呢更加的舒服。G3 Max 它是一个独立的头显，虽然说没有透视的功能，但是呢大家可以把它翻起来以便观察外部的情况，还是相对比较方便的。顶部呢一个 Type-C 的接口呢，左侧是音量的加减，那长按呢是可以切换画面的大小，右侧呢是亮度的加减，长按加号呢是可以关闭呼吸灯，长按减号呢是可以切换画面的模式。右侧呢这一个呢是一键3D 键，左右两侧呢是有2个屈光度的调节旋钮，那支持远视200度到近视700度的一个调节。那对于我们这种眼镜党呢就非常之友好了，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，你是完全可以不用戴眼镜就通过调节度数来看清楚这个画面的。但是如果你超过这个度数或者是大散光，那么 G3 Max 也支持安装定制的镜片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底部呢有调节瞳距的拉杆，支持瞳距调节，那相信绝大多数人呢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那2个目镜之间呢是有一个光线传感器的，它会根据光线的变化来自动开启或者关闭这个画面。机身左侧呢有一个 3.5 的耳机接口，右侧呢是一个全功能的 Type-C 接口，非常方便连接外部的设备。那两侧呢偏上方有2个立体声的喇叭，最多只能听个响。那我觉得 G3 Max 正确的开启方式呢还是要用耳机。那即便用全包围的耳机呢，它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。当然你要使用真蓝牙耳机呢也是可以的。那由于 G3 Max 的本体呢它是一个纯粹的头显，并没有其他的蓝牙连接方式，所以呢你要连接蓝牙耳机的时候呢，需要连接接入画面的这个设备上。G3 Max 使用了 ASPH 的光学方案，采用了2块 Micro OLED 的屏幕，那单眼呢是 2.5K， 理论上可以达到在20米左右实现1000寸的这个效果。那实际的观感呢其实也是非常大的，它是可以占满人的这个视觉的对角线的。那金水觉得就是如果你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话，如果是 IMAX 大概是在7到9排左右这个区间感觉是差不多的。官方公布的资料呢，它是可以达到 95% 的 DCI-P3 的色域标准的。由于是 OLED 的屏幕呢，黑色是不发光的，理论上拥有绝对的黑位，配合全遮光的设计，佩戴体验感无论是色彩还是细腻程度呢，都是可以媲美普通的 4K 显示器的。对于传统的 VR 设备呢，那更是碾压级的存在。那这个设备呢，比金水带过的所有的 VR 设备都要清楚，甚至苹果的 Vision Pro。那虽然说它的原生分辨率只有2560×1440，但是呢，它可以接受最高8比特 4K 60P 的电视信号。在 1080P 的分辨率，最高可以支持120赫兹的刷新率，简直就是3A 玩家跟主机党的复印。G3 Max 不仅可以连电脑或者是游戏主机，它甚至可以连一切带视频输出的手机或者是 Pad。
它可以连接电视盒子、连接游戏主机、台式机、笔记本，一切带 Type-C 和 HDMI 输出的设备。而我觉得它真正正确的使用方式呢，还是连接它自己家的 D4 的播放器。这个 D4 播放器呢，其实就是一个拥有 RK3588S 芯片的，性能比肩高通 XR2 的，集成了蓝光机加 8K 解码器加网盘集合器加遥控器加电池的一个电视盒子。要使用它的话，你是可以一线连接 G3 Max 的。大家可以看到 D4 的本体呢跟 G3 Max 呢几乎是一致的颜色。正面呢可以看到电量的显示方向按键和3个常见的返回键、Home 键和菜单键。长按菜单键呢还可以呼出飞鼠的功能。秒变体感鼠标有没有？右侧呢是电源开机键跟音量的按键。左侧呢一个 TF 卡的插槽，底部呢是一个全功能的 Type-C 接口和一个 HDMI 2.1 的接口。这个接口呢理论上是支持播放120赫兹的片源的。全功能的 Type-C 口支持充电跟视频信号的传输，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USB 口来外接硬盘和 U 盘来使用。D4 本身呢是拥有散热风扇的，它的出风口呢在顶部。播放20分钟的 4K 片源，它的温度呢大概在40度左右，即便你带着头显拿到手里呢也是可以进行盲操的。作为一个电视盒子，D4 的硬件参数呢也是非常之炸裂的。它采用了8纳米的制程的 RK3588S 是4大核加4小核8核的 SoC， 采用了4+64的存储组合，支持蓝牙 5.0 和 WiFi 6，并支持 TF 卡的拓展，并且拥有了一块8000毫安时的大电池。实测呢在中等亮度播放 4K 画面呢是可以完整的看完2个电影，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。大家可以通过软件商店安装国内的 B 站和 UI 腾懂常用的流媒体软件，也可以安装 Kodi 和 Plex 等第三方的播放器。3588拥有最高 8K 的解码能力，支持常见的 H.265、AV1 和 VP9 的解码。D4 在播放高码率片源的时候呢是非常之流畅的，支持 SMB 和 NFS 等多种的串流玩法。你可以很方便的播放 NAS 里的各种 4K 的蓝光片源。D4 呢更是内置了 Cloud Driver 2，甚至呢可以直接在 WiFi 6的加载下在线播放蓝光原盘，也不会觉得丝毫的卡顿。机身呢自带64G 的存储空间，加上又可以支持 TF 卡的拓展，即使在没有网的环境下呢，也不愁没有内容看了。有条件的用户呢，你可以通过 Emoton 的第三方市场安装 Netflix 或者油管等海外的应用。如果海外的小伙伴觉得残血版的 Netflix 不过瘾的话呢，那么他家还有一个海外版的D4可以满足你的要求。目前这个产品呢，在它的官方商城是没有销售的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呢，可以去闲鱼找一下。海外版的D4呢，拥有原生谷歌 TV 系统，拥有满血的谷歌框架和正版的 Netflix 授权。同样呢是8000毫安时的电池跟 TF 卡拓展。美中不足呢，就是 SoC 的性能呢会稍微弱那么一点点，而且呢它搭载了遥控器来使用。不过呢这套配置其实在海外流媒体的环境呢是完全够用的。不同地区的小伙伴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自行的选择。在金水使用 D3 Max 和 D4 的这段时间呢，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播放 3D 蓝光，那种带给人震撼的感觉呢是非常过瘾的。如果我们在播放左右格式的 3D 片源的时候呢，你只要单击头显的 3D 按钮就可以一进入 3D 世界。说老实话呢，其实最开始看到这个功能呢，金水是非常不感冒的。但是呢，在真的看过之后呢，我才觉得，它是可以碾压国内很多 3D 影院的效果的。因为传统的 3D 影院，其实大家都看过，要戴那种 3D 眼镜来看的。由于很多普通的影厅呢，它的这个亮度呢是普遍不足的，然后再加上一个 3D 眼镜，它的颜色和色彩呢就会被进一步的削弱。整体的观影体验呢，真的说不上好。再加上如果你附近就坐了一个带小孩的，那你就知道这场电影的内容呢到底有多丰富了。而 G3 Max 呢，直接通过左右眼的视觉差来实现的 3D 效果，你看到的画面的质感和亮度呢，和 2D 时候呢是一模一样的。当然它也不会对亮度和色彩呢有任何的损失。就这么说吧，如果是当时有这个好东西了，我绝对不会花100多块钱去看那个什么泰坦尼克号，还啥都看不清。其实说实话呢，金水刚开始拿到 G3 Max 的时候呢，我是并不抱太多期待的。直到真正戴过使用过之后，我才觉得这个画面是真的牛逼。现在在家里看电影、刷 B 站、追剧都用它，甚至呢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呢，还可以在车里刷一会儿剧。
它的使用呢也是非常广泛的，你不光可以让它连接电脑、笔记本，甚至还可以连接电视盒子、游戏主机、手机、iPad 一切带 HDMI 输出的设备。那它就是一块随身的高清大屏啊，不对，应该是 IMAX 影院，甚至是 3D 影院。它的色彩非常优秀，画面很细腻，拥有绝对的黑位，那对比度无敌啊！可能是我孤陋寡闻，但是它绝对是我带过的头显设备里边的第一梯队了。那无论是看电影还是玩游戏，那就等同于你在 IMAX 影厅里包场玩的感觉，那非常非常的刺激。那非要说个缺点呢，就是它那个喇叭的音质呢，就实在有点太拉胯了。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，那么大家在看片儿的时候呢，一般也不用喇叭，因为太不方便了。再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头显的价格差不多要8000块，我真的是想买，我还得多咬咬牙才行。但是回过头来想一下，要拥有这种画质的超大屏的 OLED， 或者是一套真正能达到同样画质的投影仪，随便一个都要10000元起步，那还得是在您有条件看的情况下。那如果你需要一个高清画质且有私密观影需求的小伙伴，那么相信我， G3 Max 应该尝试一下，它也许会真的成为你继电视、电脑、手机之后的第4块屏幕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可以在你选择头显的时候呢，给你一些的帮助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视频呢，记得给个3连。YouTube 小伙伴呢，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。您的每一次点赞、评论和转发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。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，我是金水，咱们再见。